雨薇啊，妈觉得你们住这么大房子也浪费，不如让给婷婷住吧。妈给你们2万块钱。婆婆张淑华坐在我家价值800万的客厅里，理直气壮地说着这番话。我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看着刚离婚回家的小姑子林婷婷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还有我丈夫林志强躲闪的眼神，心中一阵冰凉。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的陪嫁，3年来我在这个家忍气吞声，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结果。好啊，我淡淡一笑，妈说的对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我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轻易的答应。但那一刻，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也许这正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。半年后，当张淑华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求我救救他们时，我才明白那个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要就能拿到的，有些代价也不是你想承担就承担得起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月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，我正在收拾茶具，准备为今天的家庭聚会做最后的准备。这套位于市中心的精装大平层是我结婚时父母的陪嫁，180平米的空间，南北通透，装修典雅，当时市值800万。3年来，我和丈夫林志强还有婆婆张淑华一直住在这里。表面上看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但只有我知道这份和谐有多么脆弱。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看到小姑子林婷婷红着眼睛站在门外，身边还带着她5岁的儿子小宝。嫂子，我和张强离婚了。婷婷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，我轻拍她的后背，内心并不意外。婷婷从小被宠坏了，结婚后也不懂得经营婚姻，离婚是迟早的事。怎么了？张淑华从厨房走出来，看到女儿的样子，立刻紧张起来。妈，张强他打我，还要把我赶出家门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。婷婷哭得更厉害了，张淑华心疼的眼泪都出来了，一边安慰女儿，一边狠狠骂着前女婿。我站在一旁静静听着，心里已经预感到了什么。妈，我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和小宝都没地方住。婷婷抽噎着说。张淑华看了看这套大房子，又看了看我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这个好办，婷婷你先住下来，这房子这么大，住得下。我没有反对，毕竟是一家人，暂时住几天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接下来的话让我彻底愣住了。雨薇啊，张淑华拉着我的手，语气变得特别和蔼。妈跟你商量个事，你看婷婷带着孩子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，这房子对她来说正合适。你们小2口住这么大地方也浪费，不如这样，妈给你们2万块钱，你把这房子让给婷婷住，你们再去租个小点的。我的手微微颤抖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2万块钱买我800万的房子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林志强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显然早就知道母亲的打算。妈，这房子是雨薇的陪嫁。他小声嘟囔了一句，什么陪嫁不陪嫁的，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雨薇的不就是咱家的吗？张淑华理直气壮地说。再说了，妈又不是白要，给2万块钱呢。我看着这一家人，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场荒诞的闹剧中。婷婷坐在我家最贵的那张意大利真皮沙发上，已经开始打量着这套房子，眼中满是贪婪。嫂子，你人这么好，肯定不会看着我们母子俩流落街头的，对吧？婷婷擦干眼泪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等待着我的回答。
空气中的压抑让人窒息。我感觉自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。这时，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念头。好啊，这2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。整个客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我。张淑华的嘴巴张得老大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答应。他原本还准备了一套说辞来说服我，现在全都用不上了。林志强更是惊呆了，他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我不是那种会轻易妥协的人。只有婷婷反应最快，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抱住我。嫂子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最善良了。我轻轻推开她，脸上保持着淡淡的笑容。不过，既然是买卖，咱们就要按规矩来。什么规矩？张淑华有些警惕地问。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要过户的话，需要我和志强2个人签字。另外，这房子目前市值800万，妈既然出2万买，那就按这个价格写进购房合同里。我的语气依然很平静。张淑华松了一口气，她以为我在玩什么花样，原来只是要走个程序。行行行，都按你说的办。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林志强终于开口了，但声音很小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媳妇都同意了，你还矫情什么？张淑华瞪了儿子一眼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平静。3年来，我在这个家小心翼翼的生活，处处忍让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永远不会把你当作家人，在他们眼中，你只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外人。雨薇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林志强走到我身边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愧疚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这个我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现在在我眼中只是一个懦弱的陌生人。想好了，反正咱们也住不了多久。什么意思？他愣了一下。没什么意思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继续解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出奇的顺利。张淑华生怕我反悔，催着尽快把所有手续办完。我很配合，该签字的地方签字，该盖章的地方盖章。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那种令人不安的平静。林志强多次想要跟我谈谈，但都被我用各种理由推脱了。我不想和他争论什么，也不想听他那些无力的解释。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1周后，房产证上的名字从林雨薇变成了林婷婷。张淑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专门为此请了1桌客，庆祝女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。雨薇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妈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张淑华在饭桌上拉着我的手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桌子上的菜很丰盛，但我却没有胃口。这顿饭吃得很热闹，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很开心。饭后，张淑华郑重其事地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。雨薇，这是2万块钱，妈说话算数。我接过红包，感受着里面钞票的厚度，心中涌起一阵讽刺的情绪。2万块钱，在他们眼中就值一套800万的房子。谢谢妈，我把红包收进包里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林志强搬出了那套我住了3年的房子，婷婷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，还专门拍了很多照片发到朋友圈，配文说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家。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，我正在新租的小2居室里收拾行李。这个房子只有60平米，和之前的180平米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雨薇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？林志强坐在床边，看着我在整理衣服。
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回头看着他。你觉得我应该满意吗？我知道妈做的不对，但是婷婷确实可怜，可怜。我冷笑一声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林志强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沉默了。他知道自己理亏，也知道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伤害，但他依然选择了站在母亲那一边。我没有再理他，继续收拾着自己的东西。有些话说了也是白说，有些人永远不会明白别人的感受。搬到新家后的1个月，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。我和林志强依然是夫妻，张淑华依然是我的婆婆，婷婷依然住在那套房子里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。我开始频繁接听电话，而且总是避开家人。每次林志强问起的时候，我都说是在找工作或者是朋友的事情，他也没有深究。毕竟这段时间他也有些心虚。实际上，这些电话都和一个人有关，我的父亲。爸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站在阳台上，压低声音问道。差不多了，再过1个月就能见效果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毕竟是一家人。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。爸，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良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意。他们既然选择了贪心，就要承担贪心的代价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回到屋里，林志强正在看电视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有话就说。我坐在他旁边。雨薇，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心情不好，要不咱们出去旅游散散心？他小心翼翼地提议。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挺好的。可是你最近总是什么？我转头看着他，总是感觉很陌生，不像以前的你了。他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确实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林雨薇了。以前的那个林雨薇太天真，太善良，总是相信别人也会用同样的善意对待她。但现在的林雨薇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，你对他们再好都没用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。与此同时，婷婷在那套房子里过得很舒服。她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换了全新的家具，还请了保姆照顾小宝。在外人看来，她就是一个有钱的单身妈妈，住着豪宅，生活无忧。她甚至开始在小区里炫耀，告诉邻居们这是娘家给她买的房子，价值好几百万。有些不明真相的邻居还很羡慕她，说她有个好娘家。张淑华也因为女儿的成功而感到骄傲，逢人就说女儿多有本事，离了婚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只有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表面上和以前一样，按时上班，回家做饭，和林志强说话，偶尔去看望张淑华和婷婷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接受了现实，不再为那套房子的事情耿耿于怀。但实际上，我每天都在等待着某个时刻的到来。这个时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。房子过户后的第3个月，异常开始出现。第一个异常是水电问题。婷婷打电话给我，说家里的水压突然变得很小，电路也不稳定，经常跳闸。嫂子，你们以前住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？她在电话里抱怨道。没有啊，一直都很正常。我装作很困惑的样子，可能是用电量大了，你找专业师傅看看吧。婷婷找了好几个维修师傅，但都找不到根本原因。师傅们说设备都是好的，可就是有问题，很奇怪。第2个异常是邻居投诉，小区物业开始频繁上门，说有业主反映噪音问题，
要求整改。婷婷觉得很委屈，他们母子俩生活很规律，从来不制造噪音，但投诉还是不断，物业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。第三个异常最让人不安，开始有陌生人敲门。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，婷婷正在给小宝做早餐，突然有人用力敲门。她透过猫眼看到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外，表情严肃。请问您是林婷婷女士吗？为首的男人礼貌地问道。是的，你们是？我们是追债公司的，前房主林雨薇女士欠我们公司300万，现在房子过户给您了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。婷婷吓了一跳，什么？我嫂子欠债？不可能啊，这是欠条，还有相关的法律文件。男人递过来一叠文件，虽然房子已经过户，但债务关系依然存在，我们希望能够协商解决。婷婷慌张地接过文件，上面确实有我的签名，还有公章。她看不懂那些法律条文，但金额是清清楚楚的，300万。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是新房主。婷婷的声音都在颤抖。我们理解您的处境，但按照法律规定，房产转移时如果涉及债务纠纷，新房主有义务配合调查。男人的语气很客气，但话里的意思却让人不寒而栗。我需要咨询一下律师。婷婷说完就关上了门。她立刻给张淑华打电话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张淑华也慌了，两人商量后决定找我问个明白。当天下午，张淑华和婷婷就来到了我的小区，他们脸色都很难看，显然被早上的事情吓坏了。雨薇，有人说你欠债300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淑华开门见山地问。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。什么？欠债？不可能啊，我哪来的300万债务？可是他们有欠条，还有你的签名。婷婷急忙说道。让我看看。我接过那些文件，仔细看了一遍，然后摇摇头。这些我都不记得，可能是假的吧。现在造假技术这么发达，那怎么办？他们说房子过户了，新房主也有责任。婷婷快要哭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毕竟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我把文件还给他们，你们找律师咨询一下吧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张淑华和婷婷面面相觑，他们从我的态度中感受到了一种冷漠，这种冷漠让他们感到陌生和恐惧。雨薇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张淑华拉着我的手。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轻轻抽回手。再说了，房子已经是婷婷的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他们走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并没有感到快意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。但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就在债主上门后的第2天，更大的危机降临了。一个自称王律师的人找到了婷婷，带来了一个让她彻底崩溃的消息。林女士，我必须很遗憾地告诉您，您现在居住的这套房产涉及一起重大经济纠纷案，法院即将进行查封拍卖程序。王律师坐在婷婷家的客厅里，神情严肃地说道。婷婷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什么意思？这房子是我的，有房产证的。王律师打开公文包，拿出厚厚一叠文件，这些是相关的法律文书。原房主林雨薇女士的父亲林建国先生在经营企业时，将多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我们委托人借款，总额高达1200万。这套房产就是抵押物之一。不可能！婷婷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我嫂子怎么可能欠这么多钱？林雨薇女士本人可能不知情，但她的父亲确实用她的名义进行了抵押。现在企业破产，
无法偿还债务，法院必须执行抵押程序。王律师的话每一个字都击中了婷婷的心脏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是无辜的。婷婷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房产在抵押期间的任何转让都是无效的，也就是说，您的这次购房行为在法律上不被认可。王律师递给他一张传票，这是法院的传票，请您按时出庭。婷婷接过传票的手在颤抖，她终于明白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。那天晚上，张淑华接到女儿的电话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她连夜赶到婷婷家，看到女儿坐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妈，我们上当了，嫂子骗了我们。婷婷哭着说，这房子根本就不是她的，是她爸爸抵押给别人的。张淑华看着那些法律文件，虽然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，但她明白了一个事实，他们花2万块钱买来的不是一套800万的房子，而是一个1200万的债务陷阱。这个死丫头，她怎么敢这么害我们？张淑华气得浑身发抖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法院要拍卖房子，我们不但要搬出去，还要承担债务责任。婷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张淑华想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冲到了我的住处。她按门铃按得很急，我开门时看到她红着眼睛站在门外，身后还跟着同样哭红了眼的婷婷。林雨薇，你给我出来！张淑华一见到我就开始大喊：妈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装作不知情的样子。你还装？你明知道那房子是抵押的，还骗我们买下来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张淑华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后退了一步，脸上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妈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？婷婷冲过来想要抓住我。法院的人都找上门了，说房子要被拍卖，我们还要承担债务。你还说听不懂？我皱着眉头，表现出困惑的样子。法院拍卖，这都是什么意思？别装了！张淑华气得直跺脚。律师说得清清楚楚，你爸爸用你的名义把房子抵押了，现在要还1200万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我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。我慢慢坐到沙发上，脸色变得苍白。1200万，我的声音很小，怎么可能这么多？看到我这个反应，张淑华和婷婷都愣住了。他们本来以为我是故意设套害他们，但现在看起来，我好像也不知情。你真的不知道？婷婷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摇摇头，眼中开始有泪光。我爸爸的生意确实出了问题，但我不知道他用我的房子做抵押。如果我知道，怎么可能把房子给你们？这番话说得很真诚。张淑华和婷婷开始相信我也是受害者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张淑华坐在我旁边，声音里带着绝望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捂着脸。如果房子真的被法院拍卖了，拍卖所得要先还债，剩下的才是咱们的。贷1200万的债务，那房子就算拍到800万也不够还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倒贴钱？婷婷脸色更白了。我点点头，按照法律程序是这样的，新房主要承担相应的债务责任。听到这里，婷婷直接瘫坐在地上。她花2万块钱想买套房子，结果买来了几百万的债务，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。张淑华也好不到哪去，她颤抖着声音问我：雨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？我抬起头看着她，眼中的泪水让我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。妈，您觉得呢？如果我知道房子有问题，我会这么轻易就同意转让吗？我傻吗？这个反问让张淑华无言以对。确实，如果我早就知道房子有问题，为什么要设这么复杂的套？直接拒绝不就行了？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有些复仇需要让对方亲手毁掉自己才最有意义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事情急转直下，法院的拍卖程序正式启动。那套价值800万的房子以600万的价格被拍走。按照债务分配，这600万要先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和其他债权人，剩余的部分根本不够偿还全部债务。作为现任房主，婷婷需要承担剩余债务约400万。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刚离婚的单身母亲来说，完全是天文数字。更要命的是，债权人开始采取法律行动，申请冻结婷婷的所有财产，包括她仅有的一点存款和娘家给她买的那辆车。婷婷彻底崩溃了，她每天都在哭。小宝看到妈妈这个样子，也跟着哭。母子俩被迫搬出了那套房子，住进了一个月租只有800块钱的老旧小区。张淑华也不好过，为了帮女儿还债，他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。但对于400万的债务来说，这点钱杯水车薪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那些债权人开始找到他，说既然女儿还不起，就要父母承担连带责任，我们一家都被你害死了。有一天，张淑华冲到我的住处，对着我大吼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会变成这样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反驳。你说话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张淑华指着我，婷婷现在每天都想不开。小宝也被吓得不敢说话。你就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妈，这件事真的不怪我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是您主动提出要买房子的，我哪知道房子有问题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摊摊手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会卖给你们吗？张淑华被我的话堵得说不出话来。确实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也是受害者，甚至比他们更惨，因为我失去了房子，还要承担父亲留下的债务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，但不是好的转机。王律师再次找到婷婷，这次带来的消息更加绝望。林女士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发现这起债务案件有蹊跷之处。什么蹊跷？婷婷抱着一丝希望问道。林雨薇女士的父亲林建国，他的企业破产申请时间有问题。按照正常程序，他应该在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就申请破产保护，但他故意拖延了半年。在这半年里，他转移了大量资产，包括将这套房产转到女儿名下。婷婷听得云里雾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很可能是一起预谋的资产转移案。林雨薇女士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父亲的计划，她把房子卖给你，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债务风险。王律师的话如同晴天霹雳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嫂子故意设套害我们？很有这种可能。她知道房子有问题，所以才会这么轻易就同意2万块钱的转让价格。正常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，除非他另有目的。婷婷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她终于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。当天晚上，张淑华接到女儿的电话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那个她看着长大的儿媳妇，那个一直表现得温和善良的女孩，竟然会设这么毒的计谋害他们。第二天上午，张淑华来到我的住处，这次她没有大喊大叫，而是平静地按响了门铃。我开门时看到她红肿的眼睛，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妈，我轻声叫了一声，她没有回应，而是径直走进客厅，然后慢慢跪了下来。雨薇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婷婷吧。她的声音很小，但每个字都带着绝望。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们太贪心了，
但婷婷真的承受不起这么大的债务，她还有孩子要养。看到这个曾经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女人跪在我面前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3年来，她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家人，在她眼中，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外人。妈，您快起来！我伸手去扶她。不，我不起来。她紧紧抓住我的手。你不答应就停停，我就不起来。我知道你恨我们，但求你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雨薇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她开始痛哭。我不应该让你把房子让给婷婷，不应该只给你2万块钱，不应该那么偏心。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，但请你救救婷婷和小宝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听到她的话，我终于开口了。妈，您觉得我能怎么救他们？你爸爸的那些债务，你想想办法，能不能减免一些，或者延期还？他哽咽着说，你们林家有钱有势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我摇摇头，妈，您想多了，我爸爸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能力管这些事？那怎么办？他的哭声更大了。婷婷说要带着小宝一起去死，我真的害怕啊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说道，妈，您还记得当初您说的话吗？您说2万块钱买800万的房子很划算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带着恐惧。现在发现是个陷阱，就觉得我害了你们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让他感到寒冷。可是妈，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您不是很开心吗？雨薇，3年来，我在这个家小心翼翼的生活，处处忍让，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同。我继续说道，但你们把我当什么？把我父母的心血当什么？张淑华终于明白了，她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弱儿媳妇，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对手。800万的房子用2万块钱就想买走，还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婷婷好。我的语气依然很平静。既然你们这么精明，怎么没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？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。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，求求你，看在志强的面子上，救救我们吧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感觉。这就是我等待了半年的时刻，看到他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我却没有想象中的快感，反而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疲惫。妈，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您不是说婷婷需要房子吗？我慢慢说道，现在她确实得到了房子，还得到了比房子更珍贵的东西，一个深刻的教训。雨薇，求求你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婷婷真的去死的。我走到窗边，但这个教训她必须要承受。有些事情只有付出了代价，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珍惜。张淑华跪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终于明白，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我转过身看着她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妈，以后记住，别人的善良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别人的忍让也不是无底线的。这一次就当是买个教训吧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走进了卧室，留下他一个人跪在客厅里哭泣。有些仇一旦报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；有些关系一旦破裂，就永远无法修复。但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选择的代价。窗外的阳光依然灿烂，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